好，那么万众瞩目，皇家马德里对本菲卡的第二场仍然没有意外。最关键的时候，上场比赛疑似被种族歧视的维尼修斯破门，也结束了这一次本菲卡跟皇马的这场闹剧。那么其实穆里尼奥的布置在开赛第15分钟就已经取得奇效。本菲卡在右路的传中，阿森西奥解围，被门将库尔图瓦奋力挡出，但本菲卡的拉法席尔瓦随后跟上破门。可短短2分钟后，皇马就做出反应，巴尔韦德在右路助攻，楚阿梅尼在禁区线上破门，比分扳成1-1。这时候本菲卡只要再进一个，就可以将总比分扳平。然而到了第80分钟，仍然是巴尔韦德的助攻，维尼修斯得到球之后单刀直入，利用他超强的爆破能力，将球稳稳地推入死角。今天的本菲卡虽然被淘汰，但值得大家点赞，尤其是他们的希尔德鲁普。21岁的挪威小将希尔德鲁普身价只有1400万欧元，但他今天在边路的创造力极强，有很强的突破能力。首发打了85分钟，要我说呀，不应该被换下。外脚背传球很惊艳，很突然，拉法就差一点点，可惜啦。而皇马这边的维尼修斯，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从纯足球的角度说，只要你懂球，就能看出维尼修斯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咱们且不说过去的几年他在欧冠，特别是淘汰赛给皇马怎么带来的2个冠军，就本赛季的几场球看下来，维尼修斯也是强，是真强。关键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啊，维尼修斯依旧进球了，我就要跳舞，怎么地？说真的，他的爆破能力小熊太强了，一个人检阅对面整条后防线。要说赫伊森对华人的歧视事件，那是赫伊森，跟维尼修斯没有半毛钱关系。今天的小熊维尼成为了欧冠淘汰赛历史进球最多的巴西人，也超越了前辈内马尔。职业生涯至今，他在欧冠淘汰赛阶段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4个球，内马尔是13个。而且维尼现在只差1个助攻就能够追平 C 罗在皇马效力期间在欧冠31个助攻的皇马队史欧冠助攻王纪录。这个纪录不容易啊 ！C 罗在皇马待了9年，欧冠是101次出场，助攻31个，场均 0.3 个助攻。而维尼在皇马8年，欧冠只有77次出场，助攻30个，场均 0.4。所以维尼修斯的历史地位虽然比不上 C 罗和内马尔，但实力确实强，确实属于准金球奖。今年如果巴西队能够世界杯夺冠，那么维尼修斯又可以冲击这一届的金球奖。好的，朋友们，老 K 足球新闻，感谢大家每一个人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感谢您的订阅。欧冠的比赛如此精彩，足球本身如此精彩，真的很开心。今天的关键比赛，欧足联派出的主裁判没有什么问题，判罚比较公正。当然了，从不喜欢皇马的球迷角度来说看见巴尔韦德在场上多少有些不舒服。但本菲卡整场比赛是真的很拼，站着死，就是进不了球，最后一传怎么都差一点。实力上的差距确实摆在那里。今天整场比赛跟皇马的拉扯已经做到了极致，但高手跟高手的差距就在细节，1-2个失误被皇马给抓住了。另外本菲卡仍然是2翼齐飞的战术，但是普雷斯蒂安尼因为禁赛，所以替补出场的球员还是差点意思，等于自断一臂。但左翼他们的希尔德鲁普确实踢得很好。另外咱们还得有一说一阿根廷球员奥塔门迪确实比较老了，失误频出，不冷静，他的反应和对抗肉眼可见下降了许多，但老将嘛也不能过分苛责。今天本菲卡的开局太快了，只可惜因为一个失误迅速被扳平，所以气势就下去了。比赛虽然输了，但本菲卡和穆里尼奥仍然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对了，今天比赛第70分钟，为了封堵本菲卡帕夫利季斯的射门，皇马球员卡雷拉斯在封堵时用膝盖顶翻了吕迪格。短短3分钟后，阿森西奥和卡马文加又在争顶的时候头撞头，当时夹在他们中间的本菲卡球员拉法如果起跳，那一定被伤得不轻。而这一次碰撞最终导致劳尔阿森西奥受伤，被担架抬出场外。根据最新消息，阿森西奥已经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接受移动重症的监护检查。他是因为颈部受伤，已经带上了颈托固定，到了医院之后将进行更为详细的身体检查。我们希望他早日康复，没有大碍。而今天的本菲卡主教练穆里尼奥，他在媒体包厢内观看了球队的比赛。皇马对自己过去的主教练还是挺有人情味的，为前主帅提供了一间媒体包厢。这也是穆里尼奥在2013年离开皇马以后，时隔13年再次回到这座熟悉的伯纳乌球场。而今天输球以后，穆里尼奥的近10场欧冠淘汰赛未尝一胜，他也是欧冠联赛历史单一主教练最长的不胜记录。但这另一方面也说明穆里尼奥很强，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带领球队进入淘汰赛。
本场比赛开场16分钟为皇马打进扳平比分进球的楚阿梅尼，这也是他自己职业生涯在欧冠正赛的处子球，生涯至今他出战了38场欧冠正赛。全队今天发挥最好最稳定的就是楚阿梅尼，他不仅是脏活累活一个人干了，还有进球，还能制造对方的黄牌。而在比赛前，本菲卡为普雷斯蒂安尼的上诉被驳回，他确定无缘附加赛的次轮。于是普雷斯蒂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了欧足联，虽然现在该帖已经删除，但有记者报道他这样的炮轰很可能会迎来追罚。普雷斯蒂安尼的帖子是这么写的：无球状态下的肘击是允许的，不会受到处罚。看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制裁也是可能的。他们现在连掩饰对皇家马德里的偏袒都懒得做了，他们真是丢人现眼。除此之外呀，普雷斯蒂安尼还转发了一条首回合巴尔韦德在无球状态下肘击本菲卡球员的视频。总之这件事随着本菲卡的被淘汰，我们希望就此翻篇。每一支强队只要他足够强，总有喜欢他的，也就总有讨厌他的。属于足球的希望留在足球场上，而足球场下的纠纷该什么机构负责，咱们就相信系统和体制吧。亚特兰大这一场真是看走眼了，首回合多特蒙德主场2-0取胜，可是号称真正的蓝黑军团小国际米兰亚特兰大竟然在主场4-1翻盘。上半场刚刚第5分钟，亚特兰大从左路传中，多特蒙德的本塞拜尼低级解围失误，斯卡马卡抓住机会破门1-0。上半场结束前的第45分钟，扎帕科斯塔的远射变线入网，上半场亚特兰大就把总比分2-2扳平。进入下半场后，亚特兰大再接再厉，仍然是从左路传中，帕萨利奇抢点头锤破门，3-0，总比分已经3-2，神奇逆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多特蒙德如梦初醒，他们的老一哥阿德耶米在禁区内内切兜射破门3-1，这时候总比分已经扳成了3-3，双方不分伯仲。可是在补时第6分钟96分钟，多特蒙德的科贝尔再次低级失误，出球直接把球传给了对手，于是在禁区内本塞拜尼送了点球，还累积2张黄牌被罚下。替补席上的施洛特贝克暴怒，也染了红牌。随后萨马尔基奇在读秒阶段点球绝杀，总比分4-3。昨天的评论区里面还有意甲球迷留言跟老 K 说，意甲应该每年都会有一根独苗，真没想到被您给猜中了。这一次在第97分钟54秒，萨马尔基奇的点球超越了过去历史上的 C 罗，打进了欧冠淘汰赛历史最晚的制胜球。上一次是2018年4月11日 C 罗在皇马的客场和尤文图斯1/4决赛次回合比赛中的点球得分。那么今天也打破了过去多特蒙德他们有20次在欧战的淘汰赛首回合领先2球的情况下，过去多特蒙德是有19次都能晋级下一轮。可没想到到了亚特兰大，多特蒙德吞下了苦果。而欧冠中的亚特兰大过去这段时间先后不敌毕尔巴鄂竞技、圣吉罗斯联合和多特蒙德，可他们的历史上从未遭遇过欧冠4连败，果然今天就赢了。有意思的是，多特蒙德在今天之前曾经8次到意大利客场对阵意大利的球队，输掉了5次，只赢了1次。果然看来大黄蜂还是怕意甲的球队。亚特兰大真蓝黑，他们是近7年在欧冠首支曾经落后2球次回合却能够翻盘的球队。上一次还是2018到19赛季利物浦的半决赛逆转巴塞罗那。这次被亚特兰大淘汰出局，也是多特蒙德队史在欧冠上的首次在淘汰赛首回合2球领先的优势下最终被翻盘。有意思的是，这一场多特蒙德的后卫本塞拜尼，他真的就像队里面的无间道，像卧底一样。开场5分钟，先是将对手的传中直接铲到了对方斯卡马卡脚下，从而让斯卡马卡闪击得手。上半场尾声阶段还是本塞拜尼导致了扎帕科斯塔的远射变线入网，他也算是反向的传射建功关键到了这个时候，噩梦还没有结束。下半场他还出现了一次致命的帽顶，让对方的帕萨利奇利用这次机会偷球破门，将总比分反超。上庭补时阶段还是本塞拜尼，在双方总比分3-3僵持咬不下的时候，他用一次蝎子摆尾的动作尝试解围，结果直接用脚踢到了试图头球攻门的科尔斯托维奇。主裁判观看了 VR 之后当即判罚点球，还向本塞拜尼出示了第2张黄牌罚下。我的个天，本场比赛被大逆转的4个进球竟然全是本塞拜尼一个人制造的，一传一射，一个帽顶，一个送点，还得了张红牌。本场比赛真正的导演本塞拜尼，虽然多特蒙德没赢吧，但他一个人把风头全给抢光了。
作为一名后卫，一辈子能踢出来这么一场比赛，这一生也值了。所以在足球场上，一个人到底能闯多大的祸？在对手亚特兰大的庆功宴上，本塞拜尼没来，我看谁敢动筷子。多年以后，也许人们不记得2026年多特蒙德在欧冠的成绩，但人们一定会想起参与了全部对方4个进球的那个后卫本塞拜尼。所以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亚特兰大的主教练睁开眼一看，看到了那个笑得像蜜一样甜的对方后卫本塞拜尼。所以本场比赛30岁的阿尔及利亚老将本塞拜尼，本来他是斋月期间，身体肯定就有些不舒服，但如此逆天的史诗级表演也确实罕见。那么老 K 足球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哪天你觉得日子不顺心不妨就想一想今天多特蒙德的本塞拜尼，乌龙助攻、乌龙进球、帽顶，还送了个点球加红牌的套餐，这么多效果居然全部在一场比赛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像这种大神级的人物存在感这么强，堪比切尔西的巴迪亚希勒。而反观亚特兰大真难黑，这一场绝对是他们的又一代表作，绝对的神局，绝对的跌宕起伏。未来将成为无数的亚特兰大球迷在多年以后给自己的儿子孙子再次提起的比赛。到时候请一定不要忘了提一下25岁的意大利门将卡尔内塞基。这位1.91米的大帅哥竟然在意大利连2门都混不上，竟然只是国家队的3门。说真的，强成这样了，尤文图斯和国际米兰还不抢吗？好，今天帮助亚特兰大打进一球的33岁中场扎帕科斯塔，老切尔西球迷绝对对他有印象。他曾经从都灵去到切尔西，又去了罗马，在切尔西边路进过一脚4传4射的超远世界波。这家伙速度奇快，亚特兰大边路有了他，还算是欧洲顶级吧。都已经33岁了，还能爆汤对面的后卫，还有一脚人球分过。至于另一位进球的前锋斯卡马卡27岁，他很早以前曾经在英超的西汉姆联效力，也算一个被低估的球员，一个已经为数不多的站桩型传统中锋。有意思的是，今天亚特兰大的球迷非常暖心。比赛第21分钟，主队看台上打出了一条德语的横幅，上面写道：反对黑名单，支持出行自由和 Tifo 自由。这是因为此前多特蒙德的球迷组织在声明中表示，之所以抵制比赛，是因为警方针对多特蒙德球迷采取了相关措施。上周末已经有部分球迷被德国的警察限制出境，而当他们抵达了贝加莫后，意大利警方又对多特蒙德球迷下榻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所以今天的比赛，亚特兰大球迷再次向多特蒙德球迷表达了自己的善意，在横幅中称赞多特蒙德的票价，并且批评本俱乐部亚特兰大的定价政策。横幅上有一条写道：多特18欧元，亚特兰大32欧元。我们希望热门的看台有亲民的价格。所以大家不要只看到极少数的足球流氓给球迷团体带来的污名化。双方球员今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比赛，而且双方的球迷非常的和气，很让人羡慕。但我不仅要说一句，32欧元看欧冠淘汰赛你还嫌贵啊！哎呀，华人球迷发自内心一声叹息呀。好，今天另一场淘汰赛附加赛，大巴黎是惊险的总分5-4战胜了只有10个人的摩纳哥晋级，也多亏了下半场第58分钟，对方的马马杜库里巴里3分钟内连吃2张黄牌被罚下，这才有了大巴黎在60分钟和第66分钟的进球。双方的首回合先是大巴黎在客场3-2取胜，可没想到回到主场率先进球的却是客队。第45分钟，摩纳哥的阿克利乌什接到了左路队友的传中，迎球推射破门，总比分扳成3-3。可短短13分钟后，马马杜库里巴里就连吃黄牌被罚下，摩纳哥只能少一人作战。于是2分钟后，利用间接任意球，杜埃在右路突破传中，马尔基尼奥斯包抄破门，总比分4-3。又是6分钟后，阿什拉夫的远射被扑出 ，K 七西跟进补射，总比分5-3。补时第91分钟，摩纳哥队左路传中，大巴黎的帕乔解围不利，特泽跟进破门，最后本场比分2-2，总比分4-5，摩纳哥被淘汰。大巴黎本赛季的状态是真的很差，而且每次只要一领先，大巴黎球员就个个像大爷一样，觉得自己是欧冠卫冕冠军，很牛是吧？这样的心态巴黎队的下滑是肉眼可见。再加上本赛季确实伤病过多，而且恩里克的无限换位的战术缺点也明显，2个后卫有时候根本来不及回防。在这一点上，本赛季打拜仁慕尼黑的时候已经体现出来了。随后球员们的伤病又将这个缺点放大，并且巴黎队球迷们要说一句，从放走门将多纳鲁马的那一刻开始，大巴黎的衰落也许就是注定的。还有一点，主教练恩里克是个非常有性格的神人，
他一直强调阵容的精简性，所以大巴黎高层不像过去那样的乱买人，目前的阵容就显得很单薄。最后的10分钟，巴黎队踢的是真差，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那么反观摩纳哥队，38岁的比利时少帅博克尼奥利今天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再加上摩纳哥队内除了名气大的法蒂和博格巴之外，还有一位阿克利乌什，这位24岁的小将正好过生日，他在前场一个人就能盘活整个队，关键的时候还有一个进球，功不可没。法国青训所以真的厉害，不断的培养出这种超级天才。今天看了比赛，看了阿克利乌什的球迷人人都眼馋，大家记住这个名字，未来说不定就是一位超级巨星。前段时间热刺队看上了他，但没能谈妥价格，今年夏天热刺估计还会再试图引进他，但我估计价格就得猛涨，不再是冬天的那个价格了。阿克利乌什最近正在迅速的崛起，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也注意到他在25年秋天首次入选了法国国家队，然后就一直稳定的为法国队出场。在德尚率领的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轮对阵阿塞拜疆的比赛中还打入1球。不过由于法国队的小天才太多，他能不能参加今年的世界杯还未可知。不过今天对阵大巴黎，一个人带球，在对方3人包夹下球权也不丢，真的是高级货。老 K 个人觉得这样的球员应该给他法国队的主力试一试。那么随着大巴黎晋级，老 K 觉得下一轮欧冠大巴黎如果还是这个状态，今年欧冠危矣。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上赛季大巴黎队的那种决心，那种饥渴，不能再踢大野球了。最近关于阿什拉夫涉嫌强奸罪的案件，本周二已经被移送到上塞纳省的省级刑事法院，所以今天的比赛中，部分巴黎球迷打出了横幅，对他予以了支持。大约在比赛20分钟左右，现场还响起了为他助威的歌声。这一个案件，阿什拉夫表态相信法律会是公正的，所以我们也耐心一点，静待真相大白于天下。好，今天另一场比赛，尤文图斯主场3-2战胜了加拉塔萨雷。由于在第一回合客场尤文图斯输了个2-5，所以今天许多球迷本不抱希望，但没想到老妇人在最绝望的时刻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今天比赛第36分钟，先是图拉姆造了点球，罗卡特利稳稳的点球命中。可是下半场风云突变，第49分钟，尤文图斯的凯利踩踏了对方的伊尔马兹，裁判在反复观看了 VR 之后，直接红牌将凯利罚下。于是只剩10个人应战的尤文图斯被逼到了绝境。可就在这种情况下，第70分钟，尤文的球员们不折不挠，通过右路的传中，中路的加蒂在门前推射空门得手，2-0，还差1个。比赛第81分钟，尤文图斯利用在左路的任意球机会，球传到右路顶到中间的麦肯尼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破门，总比分竟然5-5扳平了。比赛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国米还是 AC 米兰的球迷，所有意甲、意大利的球迷都发自内心给尤文图斯在加油。尤文是扛着裁判致命的争议性判罚，顶着在走。90分钟内少打一个人，竟然3-0啊！这一刻，我相信部分的尤文图斯球迷一定是热泪盈眶。在最难的局面，少打一人，竟然直线追平。不过最后，尤文图斯的球员确实已经拼到力竭了。关键时刻，加拉塔萨雷果然是奥斯梅恩站了出来，他在禁区内接球后低射破门，3-1。第118分钟，伊尔马兹后插上接到了直塞助攻，低射破门，最终总比分7-5淘汰了尤文。但是虽败犹荣，血性犹在。现在的意甲没有钱，没有吸引力，足协也很官僚。联赛里但凡有年轻人，只要打出来，很快就被英超豪门给挖走。意大利的国家队星光黯淡，意甲复兴没有太大希望。去年的国际米兰也是燃尽了，今天的尤文图斯也是燃尽。真的没有想到 AC 米兰、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的球迷们在现在能够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就本场比赛来说，尤文太悲壮了，让人感动。无论结果如何，今夜属于过去的小世界杯意大利甲级联赛，真蓝黑亚特兰大力挽狂澜，老妇人尤文图斯虽败犹荣。在首回合结束后已经几乎被判死刑的情况下，这两个队在今天晚上拼到了弹尽粮绝。尤文能将比赛拖进加时赛已经是奇迹，而且关键是还少打一个人。惊天翻盘不可能天天都有，至少这样的站着死不愧于自己的球迷。本来昨天看完国际米兰，觉得意甲可能会全军覆没，但是亚特兰大和斑马军团一个落后2球，一个落后3球的情况下，两个队却给了不同的答案，一个读秒绝杀，一个拼到了120分钟。
虽然尤文的奇迹终究没能实现，但永不言弃的斑马军团永远值得大家尊敬。而比赛中加拉塔萨雷那边拜仁慕尼黑的萨内还是老毛病，停球又差又懒，回防的时候慢慢跑。看看队友京多安已经36岁了都那么积极，还有奥斯梅恩带伤打满全场还满速的回防，所以这个萨内离开拜仁真乃拜仁之福也。而奥斯梅恩前面老 K 就说过，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主教练不给自己战术地位、机会那么少的情况下，奥斯梅恩仍然能够进球。真的，这样的顶级中锋现在整个5大联赛都很稀缺，在老 K 眼里能够跟他比一比的也就哈里凯恩、莱万多夫斯基还有哈兰德。而京多安替补出场了49分钟，最后的2个策动太牛逼了。而加拉塔萨雷除了萨内、奥斯梅恩和京多安，还有一个拜仁球迷非常熟悉的博埃。博埃今天也替补出场，踢了61分钟。根据加拉塔萨雷对博埃和萨内的捡破烂拜仁球迷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这支土耳其豪门。今天还传出来，加拉塔萨雷正梦想在今年夏天还要签下拜仁的中后卫金文哉，所以每次拜仁想要卖谁，加拉塔萨雷就要想买谁，真是属于拜仁最好的搭档。我建议拜仁球迷不妨多看看加拉塔萨雷的球，就当是看拜仁2队吧。那么到现在，本赛季的欧冠淘汰赛附加赛已经全部结束，16强潜在的对阵情况已经出炉，有几组老冤家可能会有 50% 的可能性再次相遇，那就是皇马和曼城、大巴黎和巴塞罗那、利物浦和马德里竞技。本周五在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将进行欧冠淘汰赛的抽签，随后进行欧联和欧协联的抽签。这次欧冠的16强抽签，联赛阶段排名1到8名，直通的8支球队作为种子队，而附加赛的8支胜者作为非种子队。抽签将根据预先确定的对阵表分为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种子队将和2个可能的对手之一进行比赛，种子队将先打客场再打主场。而1/4决赛和半决赛的具体对阵和比赛顺序呢，就是根据赛程表预先确定。排名较高的种子队如果晋级，将在每轮比赛拥有先客场后主场的优势。如果种子队被淘汰，那么淘汰他们的球队就会取代种子的位置，直到决赛。所以本次抽签将是本赛季欧冠最后一次抽签。这次会确定每支球队在16强阶段的对手，也会确定他们在淘汰赛阶段的落位位置。另外，我们再关心一下内马尔。内马尔在昨天的比赛中有一个镜头，在接到队友传球时候跑得非常艰难，最后皮球出界他也没有追到。而这场比赛是内马尔接受了膝盖手术后复出的第2场比赛，此前1场比赛中他还收获了1脚助攻。34岁的内马尔膝盖的伤病情况太严重了，所以他的运动能力真的已经不行了。今天每日体育报分析，已经几乎没有人相信内马尔还能参加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现在在主帅安切洛蒂公布3月的国际比赛日大名单之前，内马尔只有3场正式比赛可以踢，而这一次大名单参加巴西国家队的美国行的球员会有极大机会入选世界杯大名单。而自去年2月回归巴西足坛以后，伤病缠身的内马尔一直没有到达他的最佳状态。内马尔自己也说，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也许到了12月我会想要退役，我希望以100%的状态回到本赛季中，这也是我选择放弃几场比赛的原因。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关乎桑托斯，也关乎巴西国家队，更关乎我个人，尤其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所以谁也没有想到41岁的 C 罗和38岁的梅西很可能会分别代表葡萄牙和阿根廷出战美加墨世界杯。跟他们相比，只有34岁的内马尔却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好的，感谢大家对老 K 的支持，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感谢您的订阅。咱们明天再见。